呵，这边成了一处垂钓地方了，看能不能过得去。对面就是美的置业广场啊，下面有一个商场叫夜兰广场。刚刚应该从对面骑过来的，现在从这边再绕回去。就这条小街道呢，是他们经过修复以后的一条古街道。这个小溪的边上啊，基本都是苏家的祠堂。好，来到了广州公路上来，我的左前方的就是丽江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左侧就是北教门，然后我的右侧呢就是北教人一个雕塑。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湖啊，这边应该是北教公园，所以呢我打算在湖边稍稍的骑行一段，然后我就准备找个地方吃饭，然后就打道回府了。这个到北教来呢，真的就感觉氛围很好，这完全就是一片新的城市。我觉得这里的老百姓真的有福气啊，他们把握住了机会，率先的发展了经济，然后呢又把这些反馈当地的民众啊，不仅有非常好的经商的环境，也有很好的生活的这种环境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大家到这边来时不时的游历一番的。现在呢，我在这个公园的环湖道上稍微骑行一下。我觉得佛山如果要找一个媲美北教公园的，大概就是千灯湖了。千灯湖呢，在南海边上也是一座新城，也是非常之美的。这是一个水边的亭子，看看有没有路可以出去。它这个亭子上面的这种栈道都已经破损了。呵，这边成了一处垂钓地方了，看能不能过得去。好像还是有路的。这个路就有点窄了。这一边呢，显然还没有修好，还
还是一种原生态的状态。我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出去，但我相信应该是有路可以出得去的吧。哦，居然也能转出来了，不容易。出来这边就是一个公交站了。对面就是美的置业广场啊，下面有一个商场叫叶兰广场，我看竖着遗忘的牌子。好，我们看到对面有麦当劳招牌，我们不如去吃麦当劳吧。现在我骑过马路了，对面就是比较商业广场，看到有一个麦当劳的招牌，我们到这边去吃点东西吧。从麦当劳这边出来了，看看怎么才可以回到道路上去骑行。从这边我刚看了一下地图，如果去到丽江的话，差不多40来分钟。那我们回程就不着急了啊，慢慢的期待。就在这个广场边上啊，有北郊的图书馆，还有文化中心等等。除了这个新城的公园以外啊，刚刚我们从金兰高尔夫球场那边过来，又新建了好几个公园，还有河边的大片的绿地，真的很厉害。川中的任何比较，这是他们的口号。这叫什么？翠影路。右侧这一大片啊，还是绿地。哇，这个满天飞舞的这种木棉絮吧，应该是，这跟北京的这种柳絮还是什么絮啊，差不多。这里就是我刚刚来过的千麦花田，这已经有很多的鸽子自由自在，饱食终日啊。
这条就是美的大道了。刚刚这都说经过一段，这是很棒的一条马路。君兰路一桥。右侧围墙里面都是从独立的大宅，但是左侧就是一些高的公寓了。这边也是和佑国际医院、美和医院2块牌子。那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了正大的和佑医院。左侧就是君兰国际高尔夫俱乐部。我刚刚就是前面这条路转进去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潭州水道边上的堤岸的马路上了。从这边呢往回骑，换上了最后一块电池。现在我们继续沿着君兰大道向广珠公路的方向骑行。肯定坚持不到回家了，但我觉得到碧江村应该是够电的。我们就以那个地方为目的进行我们最后一段的骑行。刚刚我来的时候呢，是在潭州水道的江边的道路上骑行的。现在呢，我在这条堤岸的马路上骑回去。好事多磨啊！刚刚摄像机又断了一次，原来是里面的内存卡又全用完了。现在我换了个内存卡，我们继续向前骑行。现在有些风还是挺舒服的，虽然这个风也不凉。我就有点忘了，我上一次是不是在对岸骑行过？就在碧桂园的那些大宅门前穿过呢？我已经不记得了啊。
这条金门大道已经到头了，前面就是广州公路了。看看要怎么才能够到对面去呢？我试试看啊，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河边的小道可以穿到桥的对面去。说是有条道可以过来，但是还是要上桥。现在我骑上林头大桥，桥的下面呢就是潭州水道。我记得潭州水道边上也可以去到碧江村的，所以我还是凭着感觉来走一段。右侧呢就是潭州水道，是顺德的一条主要水道，一直去到顺德新城。算了，我还是走我认得的路吧，继续往前走一段，就有一条向左的道路。我觉得就是应该走这条路回去啊，走到头呢就是碧江村边上。这边看来要搞一个巨大的工程了。原本呢，我是想着走一条近道，但这条呢，真的长途飞样的马路，边上都在搞施工建设。有一段路呢还在那里喷水降层。总之，这条路不特别好骑，好在快骑完了，而且可以避过广州公路上面高速公路的新出口，我觉得也算值得了。好，经过一条马路啊，就接近碧江村了。我记得前面还有座桥啊，过了桥才可以到碧江的村里。
现在我们骑过这条桥，前面呢就已经是碧江村了。碧江金楼呢，往左拐进去1.5公里。这条应该就是碧江村里的一条主街了，但我都没看清楚这条街道叫什么名字。已经到了一条大马路上了，往左就是我的身后呢，就是碧江的那个巨大的牌坊。现在我右转过来，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呢，就到了碧江金楼所在地了。这边有一条修复后的仿古的街道，有很多姓苏的人在这吃糖。我们到那边去走一段，然后再回到广州路上。这条叫泰宁西路，我现在正对着左前方的就是苏家的碧江金楼了。这里呢就经过了一项改造的简街区。在回家途中呢，就是到这边再来逛逛啊。还可以看到这边的小河边开了一些餐馆，这个餐馆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我们已经来过几次了。边上这条马路也现在正在进行修复，这边也有一些池塘，也是一个手工池。这些老的街道，你要完全把它恢复成以前那个模样呢，那已经是不可能了。但是拆一点补一点，修复一下，看上去有一点点以前的味道，就已经不错了。白门口街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对，这里看到德云居停车场，等一会我们也从德云居里面去穿行一下。这边好像也在搞一些设施。这个右侧里面就是很大的一个村里的公园了。这里是德云居的。这就是德云居这个餐馆了，也算是一个园林式的餐馆吧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啊，有喷泉、流水的小桥，挂了很多灯笼的绿树。这些装修的声音太令人讨厌了。
这是我们来吃过好几次饭的一个餐馆，就感觉挺好的。刚刚应该从对面骑过来的，现在从这边再绕回去。就这条小街道呢，是他们经过修复以后的一条古街道。对，这些地方打开以后啊，做了一些草坪，搞了一些凉亭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有一些咖啡店。这个小桥就会命名为德云桥，是这个德云居赞助的。德云设计之神。我特地拐到滨江村这边来呢，主要就是为了来走访一下这条已经修复好的街道。虽然不是每个地方都修得那么好啊，但毕竟来讲也是花力气做了一番修复。马路对面啊，这个园林呢，就是姓苏人家的一个花园，叫碧江金楼。好，我们过马路啊，对面呢就是一条苏家祠堂街，左侧就是碧江金楼的参观的入口。这个小溪的边上啊，基本都是苏家的祠堂。碧江村啊，鋪頭蘇公祠兩個燈寫明呢個碧江阿姐啊，咩名啊？唉，好閪難拉拗嘅，寫到明啊，碧江啊佢。我睇到碧江兩個字啊，依家先睇到。睇大點啊，未防蘇公祠嗰度。这边还是挺美的，修复了以后，当然这些苏家后人是不是还在，还是不是这些祠堂的业主，搞不清楚了。这里一小条的街道，以前都是一些民居，现在是不是都他们后代住这里呢？但是有一些房子啊，已经很难再修复了。这个一两百年以来都改得个乱七八糟的，搞的一些空地还不错。这边应该也都是一些跟苏家有关系的祠堂老宅。
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啊，有一条小河浜，我不知道这个小河浜是特地开出来的还是原来就这样，因为我记得以前这边就是一条马路而已。这种小巷子里面还住了好多人家呢。这里总算有一座黄姓人家的祠堂，黄家祠。变成了一家咖啡店。碧江村呢，我当然也来过很多次了。当然每次路过呢，就想进来稍微的走走。虽然这一两条小街都是通过人工修复的，就是已经是算是仿古的街道，但好在呢边上的这种祠堂还没有拆掉。虽然这些后人都不知去向了啊，但毕竟来讲呢，还是保留着一些文化的遗存。走在这样的街道还挺好的。这是什么？春兴大道东。这是街道，到这边来逛逛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从这边出去，经过对面的学校，就回家去了。现在呢，我经过碧江小学啊，从这边找路回去了。有时候到这古村里面来转转，还是挺舒服的。虽然这村庄也没有得到非常完善的修复，但看得出来这边的老百姓啊，还是愿意保留他们祖传下来的这些文物啊。但凡有钱以后，还是愿意来修缮一下。丽江社区，地上应该有他们的一个社区中心。经过左侧的丽江幼儿中心，我已经看到了广州到珠海的城轨的轨道了。好，来到了广州公路上来，我的左前方呢就是碧江站，前面呢就是一条等到我去跨越的大桥。从这边回去呢要走2条大桥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这里就是碧桂园的大门了。现在骑到了这座桥的桥中央了，看到江里飞舞的白色的棉絮。骑下了这座大桥，我的右侧呢是碧桂园的另外一座大门了。我记得我上次应该就从这边出来的。
前面那个红绿灯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今天从左侧的都纳村骑出来的村口，有一个都纳村的牌坊，而我的右侧呢是山桂牌坊的。我回去呢，就是还是直接上桥，从平都路这边直接回去了。我的右侧呢就是顺德山桂牌坊啊。好，现在我直接上桥了。连续骑了2座大桥，现在这座桥开始下坡了。现在我骑过鱼山路，这里呢是平山村呢，右侧呢全部都是村上的工业街道。今天骑了不少路啊，骑到了顺德北窖，潭州水道边骑了一天，北窖新城里面逛了一天，吃了一个午饭，然后就回来了。现在呢已经在这条平都路上了，我看店已经不是特别多了，干脆呢就在这边结束我们3站的骑行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谢谢大家一贯的跟随和支持。我们海路出行再见吧，拜拜。